大家好，说到摄像机能不能拍到怪异的东西，先和大家分享一段离奇恐怖的视频。在我国台湾，一位姑娘去世了，家人为她举办葬礼。葬礼结束后，人们回看录像，吓个半死。就在灵车缓缓驶过镜头前的一刻，大家看，逝者遗照的眼睛突然对着镜头眨了一下，令每个看到此段画面的亲友都吓得脊背发凉。不知道这段视频是死者在对大家恶作剧，还是因为摄像机帧率的问题而产生的视觉错误。当然，说到逝者眨眼现在在技术上已经完全可以做到了。在日本，一家殡仪馆就提供这样的服务，可以花点钱对亡者的照片进行处理，在葬礼现场让逝者对前来参加葬礼的亲友们眨眼致意。我的妈呀，这不得把来参加葬礼的人给吓死！而且人家说了，还提供各种表情，悲伤、恐惧、惊讶，可以对不同来访者定制。比如一个欠死者钱的人来参加葬礼，就可以对他做出厌恶的表情。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第二件怪事儿。我的一位好朋友 UP 主Fumiko 蚊子小姐姐，她几年前有次在家做熔岩蛋糕的时候，做蛋糕拍照，后来在翻看这张照片的时候，据她自己说大家看，在勺子的倒影里看见了去世的奶奶。蚊子说，这个是家里的窗帘，而这个影子和自己奶奶生前的穿着十分相似，帽子和衣服都一模一样。而他当时拍照时的站位，后来发现自己身后只有一只玩具狗，并没有这个影子的东西，所以这张照片非常诡异。当然，他就当作是奶奶想他了，回来看看。所以说有时候身后有什么东西不要深究。比如说，我就经常在家中遭遇鬼遮眼。当然我是因为给大家熬夜干节目剪视频太累了，经常眼部不适。就像我的这位商务小姐姐，为了追求氛围感，喜欢关灯看我的视频，一来二去眼睛酸胀，就经常需要护眼仪的加持了。其实非必要，咱们大家还是不要开灯玩手机电脑。本来一整天对着屏幕用眼频繁，这下更容易难受了，大家可别学他。但他备了一个妙界护眼仪，累了暗暗放松还是挺顶用的。而且现在同类护眼仪400-500起跳，妙界只要268，比只能热敷还要3-4块一片的蒸汽眼罩性价比高很多。3D 气囊能从眼头按到太阳穴，再调下喜欢的模式，热乎乎的像眼保健操一样，给眼睛来了深度的 SPA， 促进泪水和油脂的自主分泌。看我的眼睛和月月一样清澈而明亮，而且它的细节也很到位，蛋白皮柔软又好打理，折起来也就巴掌大，随身携带，随时能给眼睛放假，像是工作午休能静音播放，在家打个盹可以连接蓝牙享受。作为天选打工人，咱们眼睛酸红血丝是老生常谈了，一定要多注意养生。老朋友妙界在评论区放大招了，领券到手大促价，1年质量问题免费换，还送运费险，早到手早预防。妙界好舒适。好，咱们现在进入正题。今天把蒂娜刘小姐姐早年在电视台工作时遭遇的怪异事件讲完。楼主说，有一次我们去农村拍片，是一起谋杀案，凶手把尸体扔在了一口废弃的机井里。我们跟着公安干警同志一起拍摄、走访、询问过程，然后跟着去现场打捞尸体。尸体的惨状我就不多说了，怕引起大家的不适。尸体打捞上来的时候，我们的摄像师小木为了拍到最好的画面，就凑过去对着尸体的头部近距离拍摄。这时旁边的一个警察说，小伙子，不要凑那么近。当时我们以为他是嫌我们碍事儿怕我们破坏现场才这么说的。小木立刻回了句，没事了我见得多了，不怕。也许就是这一句不怕给他惹来了麻烦。第二天需要拍摄一个日出的镜头，所以我和小木约好了凌晨5点在酒店大堂集合出发。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我等到5点半都没见到人，只好去敲小木的房门。小木却隔着门对我说，昨晚没睡折腾了一晚上，今天还有点发烧，不能拍了。楼主说，要知道我们每次拍片的时间是有限的，每一天都耽误不起，延误播出是要扣钱的。回想起来，我和小木合作了将近1年，他是个挺靠谱的男孩子，不会偷懒干活都跑在前面，所以楼主安慰了小木几句。此时小木打开门，
看上去一副又急又气的样子，拿着房卡拉着楼主到1楼大厅，非要前台给他换房。前台问他你怎么了，他也说不出理由。前台很为难，说房满了。没想到此时小木竟然掏出手机给司机打电话，要求和司机老李住一个房间。司机老李是一个30多岁的男人，他住的是大床房啊。听说5大3粗的小木要和他挤一起，极不情愿。小木要换房间，楼主当时并没意识到什么，只觉得他心情不好，在整事儿。楼主简单说了他几句啊，一个大男人事儿不事儿的干什么？还能不能干活？不能干咱们就撤吧，回去等着领导挨批。楼主说回想起那天的话呀，自己确实有点过分了。而小木接下来的反应更令我意外。小木说：“你懂个屁呀！你知道什么？你有能耐自己拍去吧。”印象中这是小木第一次这么大声跟自己说话，近乎抓狂。这个时候楼主也觉得呀有问题了，压下了火气问小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小木没说话，只是坚持要去老李房间住。老李也没再多说什么，就答应了。当天早上拍摄日出的计划呀就这么泡汤了。也就是说我们得在此地啊多留一天啊，明天早上凌晨再去拍。小木可能也觉得耽误大家时间，白天很过意不去，就说我现在还好，我过一会儿去药店买点药，今天咱们继续拍吧。当天的拍摄内容是采访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并且去他作案的地方取空镜头。楼主说，采访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他杀死的那个男人是村里一个恶霸，整天游手好闲，看这家的鸡肥就抓一只，看那家鸭子下蛋就去偷几颗鸭蛋。恶霸爱好赌博，这个本案的犯罪嫌疑人也喜欢赌博，俩人在赌博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争执，恶霸就天天找茬，最后竟将嫌疑人的老婆侵犯了。嫌疑人忍不下这口气，就用锤子偷偷砸死了恶霸，并且抛尸于田里的机井。又是一个冤冤相报的故事。采访过程不太顺利，我们的摄像机、一台机器、2块电池都是前一天晚上充好电的，可是拍摄过程中总是提示电量低，而且电池自检灯又显示电量满格，拍拍停停折腾了一上午。这一段总算是拍完了。下午的拍摄内容是跟随犯罪嫌疑人去指认现场，在开往犯罪现场的路上小木就出现了状况，他坐在我身边，一会儿打开摄像机，一会儿关掉，车里很静，能听清楚那种倒磁带的声音，他还一阵儿一阵儿的发抖。楼主转过头去看小木，好嘛，一个1.8米几的小伙坐在位子上，缩成了一团，仿佛只有1.08米，脸色也是惨白惨白的。楼主突然想到，小木这是带病工作呀，有点残忍，就问他有没有吃药有没有事儿。小木不说话，还继续在那儿摆弄机器。楼主以为小木还在为早上跟自己赌气呢，也没多想，给他递了瓶水，就继续听 MP3 赶路了。正听着，忽然车里传来一声尖利的笑声，哈哈哈！楼主一惊，扭头一看，小木竟然正在看着机器笑，哈哈哈哈！楼主气不打一处来，立刻吼道：“有病吧你！”小木眼睛都不眨的看着楼主说：“有病，离死不远了。”楼主说：“现在想想这句话是有别的含义的，可当时他很生气，没想那么多，骂了一句神经病，就没理他了。”下午拍片的过程已经不能用不顺利3个字来形容了。先是机器出了状况，各种没电，和上午一样，机器总显示没电，但其实它是有电的。还有对焦环也出问题了，自动跟焦跟不上，只能手动，手动对焦又对不瓷实，画面糊得离谱。小木大学本科是摄影专业的，他不可能犯业余错误。监视器看不到图像，总是一阵一阵的出现有磁干扰的现象。楼主急得在旁边大喊：“手机，手机！”所有人把手机都关了。楼主说：“我当时大概是急得昏了头了，喊出了这么不专业的话。都什么年代了，手机还能干扰摄像机？笑话了。”可偏偏出问题的不只是机器，小木本人也一直有问题。忘记拍摄内容，楼主一遍一遍地说我们要什么镜头，他就是不按照要求拍。楼主说我们拍一个受害者家里花瓶掉碎的影像，他愣是瞪着眼睛说：“什么花瓶？没有啊！”总之就是很离谱，大家都一肚子气的拍完的，总算把工作都结束了。楼主满脑子都是回去之后节目评级的事儿，根本顾不得眼前的情况。收工后和当地公安一起吃饭。昨天尸体打捞现场那位警察呀，我们就叫他老警吧。楼主说工作结束的差不多了，我们很放松，酒过3巡，大家闲聊。老警意味深长地看着小木，悠悠地问：“小伙子，昨天晚上还好吧？”楼主不明白这话的意思，没想到小木低着头娇羞地说：“不太好。”这时老警的反应更奇怪了，他说：“小伙子，
第一次拍这种横死的尸体吧？小木点点头。老井笑了笑说：“以后这种场面不要凑到跟前拍。”楼主这时好像意识到了什么，那些老编导们在拍片时，每到这种恶性凶案的尸体旁，都是远远拍一下啊，很少有贴脸拍摄。老井又说：“昨天晚上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小木支支吾吾地说：“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做了个噩梦呗。”楼主这才明白小木今早为什么坚决要求换房间。小木还说：“我被鬼压床了。”老井笑了笑说：“没事儿，你们年轻人火力旺盛，今晚我把我的警帽借你，放在床头，应该就没事了。”小木嘴上说：“啊，没事儿，不用。”吃完饭回酒店的时候，还是不忘把老井的帽子给借了去。第二天凌晨5点出来拍日出，楼主说其实只要自己和小木去就可以了，司机老李可以多睡一会儿的。但没想到老李也跟着出来了。拍完日出，我们3个踏上了回城的路。楼主问老李：“你怎么这么早也跟来了？”老李什么都没说，许多事儿啊，我们一会儿再讲。回到台里上传素材又出问题了，之前拍的那一大段打捞尸体的画面全部不翼而飞，小木也慌了，素材没了，他摄影师绝对是第一责任人。但是楼主却慢慢回过味来了，他想起了自己大学时，就是咱们上集讲的拍摄白血病小女孩时遭遇的怪事，于是不慌不忙。既然打捞尸体的画面没了，那咱就不用这段了。最后啊，还是凑了一凑，凑出了整期节目。这件事儿就让它过去吧。最后啊，事情过去了好多天，小木终于给楼主讲起了那天晚上的情况。第一天拍完打捞尸体，晚上回房间睡觉的时候，他一直听到耳边有男人的吵架声，还以为是隔壁房吵架，没往心里去，继续睡。睡着之后，他总是梦见一个男人手拎着一个袋子，问自己：“你看到我女儿没有？我女儿怎么办啊？”小木一惊，醒了，但是动弹不得，只听见有钝器敲击人身体的声音，居然还看到房间中的电视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他明白自己是鬼压床了。小木硬撑到了天亮，看到太阳出来之后，又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梦里依旧是那个男人拎个袋子，还追着小木问：“你知不知道我女儿在哪儿啊？我只想问问我女儿在哪儿，她找不到我会着急的。”一直到楼主拍门，小木才终于醒过来。然后小木又讲了第二天晚上，就是他拿到了老井的警帽，又去老李的房间住宿那晚。那天晚上2个大男人挤得同一张床，小木倒是没什么状况了，可是转移了。这晚老李却一直听到有男人吵架的声音，他也没睡好。好在最后他们离开了村子，回到了电视台，做完这期节目就再没发生什么怪事儿。后来楼主还问起了小木那天在车上你那个怪异的举止是怎么回事。小木说：“我那天晚上没休息好，在车上一直睡觉，不记得自己有什么举动啊。”楼主就不再深究了。楼主说，后来一段时间小木的运气一直不怎么好，价值3万元的单反丢了，开车被剐蹭， QQ 还被套了，反正倒霉了一段日子。小木从那之后再也不对着尸体的脸怼脸拍摄。好，蒂娜刘小姐姐在电视台的一些诡异经历啊，给大家讲完了。接下来第2个故事给大家讲小红书上一位粉丝朋友给我的投稿，是他早年上学的时候在宿舍里遭遇的一个怪事。这位当事人朋友回忆道，小时候家附近一直有个卖豆腐的老爷爷我们就叫他豆腐爷爷吧。豆腐爷爷其貌不扬，身材佝偻矮小，在当事人的印象中，一双黄胶鞋和洗到发白的裤子陪伴了豆腐爷爷1年又1年。豆腐爷爷还有着一把哑嗓子，说话嗓音都是阴哑的，听力也不是很好，邻居们私下总偷偷叫他哑巴嗓子。但豆腐爷爷待人和善，见人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摊位常年收拾得一尘不染，邻居们也愿意去照顾他的生意，所以邻里间的感情一直还不错。当事人听说豆腐爷爷年轻的时候有稳定的工作的，不知怎么的才开始在街上卖豆腐为生。当事人每天上学都会路过豆腐爷爷的摊位前，礼貌地问：“爷爷早上好。”豆腐爷爷也会冲当事人点点头，回以和蔼的笑。日复一日，均是如此。当事人说自己小学4年级那年的某天学校要求订校服，每人144块钱。粗心的当事人在路上就把钱给弄丢了。这无论什么时代的小学生144块钱对他们来说都算得上一笔巨款。当事人急得在路边徘徊，不知该怎么和大人说。
正好经过豆腐爷爷摊位时，豆腐爷爷关心地问了当事人：“你怎么了？这么着急？”得知当事人的遭遇后，每天只有点头之交的豆腐爷爷居然在摊位前的零钱盒子里大力地翻找着。当他把最后一个硬币都倒出来的时候，也就勉强凑够了零零碎碎的80块钱。得知当事人的校服要144，豆腐爷爷二话没说，又去路边的雪糕摊借了50。虽然当事人年纪还小，但是看着豆腐爷爷为了帮自己倾其所有，急得额头都挂着点点汗珠了。当事人说：“我当时偷偷的哭了，在心里和豆腐爷爷的感情也愈加坚实了。”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事人一有机会就会帮助下豆腐爷爷。后来在毕业前的一节体育课上，当事人悄悄跑出校园，用仅有的零钱还给豆腐爷爷买了几个包子和一瓶啤酒。太多的细节当事人已经记不清了。总之，那是他跟豆腐爷爷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当事人升到了初一，开始在学校寄宿了。报到后，在学校内军训。第一天，新环境、新同学、新事物等等还在适应中。当事人躺在宿舍的铁床上，回忆着暑假里的点点滴滴，辗转反侧。但不知怎么的，大约晚上10点半左右，当事人开始不受控制的流眼泪，眼泪就像决堤的洪水、断线的珍珠、爆开的水龙头一样往外涌。那种奇怪的感觉，当事人至今都记得。他的眼睛没有任何不适症状，眼泪就是不停的大颗大颗的向下滚落。由于白天军训太过劳累，当事人流着眼泪昏昏沉沉就睡下了。熟睡后，当事人做了一个极为真实的梦，像是一场告别的梦。梦中当事人在上帝视角悬浮在半空中，他眼前的景象仿佛是80、90年代的一个工厂，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男人双手拎着满满当当的礼品走向了厂长的办公室，两人不知道在秘密谋划着什么。没过多久，高大的男人就带着满脸的欢喜走出了办公室。这个场景真实到工厂中央有一个已经拦腰斩断的黄铜色旗杆，当事人都记得十分真切。就是说这个梦是一个清明梦，而且这个梦很短暂，就仿佛是眨眼间就做完了一样。第二天一觉醒来，当事人发现不对呀，宿舍里空无一人了，同学们早都按时上课去了，而自己的手表时间停在了7点半。当事人飞身冲下床，冲到宿管值班室那里，宿管值班室一个人也没有，墙上的时间显示现在是9点30分。当事人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手表刚换的电池怎么会停呢？宿管大爷每天都不止一遍的吹起床号，叫学生们起床，就算自己睡过头没听见，同学也会叫自己起来呀。就算同学不管自己，学生出宿舍后，宿管会把每一个宿舍都查一遍，怎么可能没发现没叫醒自己呢？当事人想到这儿，心里不禁有些发毛。他是个心思比较缜密、比较细密的那类孩子，他感觉很多事情在冥冥之中是不是在暗示着自己什么。他开始飞奔往下跑，可宿舍从1楼到顶层的每一层每一扇窗都是装着防盗网的，没有任何能出去的迹象。他跑遍整个宿舍楼都没有找到能出去的地方，他绝望了。他站在走廊尽头，回头一望，楼道里那种诡异且冷气森森的感觉，他至今都记忆犹新。当事人在宿舍里等了1个小时左右，宿管大爷才从外边回来。当事人慌慌张张地把自己被锁在宿舍里的事情讲给了宿管大爷听。一开始宿管还以为他打趣呢，以为他给自己迟到不去找理由。但随即宿管大爷板起脸来，严肃地说：“我自己每天都吹哨，然后巡防。今天早上我多吹了好几声，你真的没听见吗？”见大爷这么一说，当事人哇的一下就哭了，毕竟自己还是个孩子嘛。宿管大爷见状也就没再为难当事人，将情况一五一十地反映给了班主任。班主任也第一时间联系了当事人的家长。妈妈到学校后，决定将当事人接回家住几天。在回家的路上，当事人还没有开口说起自己昨晚莫名流泪和今早奇怪的经历，妈妈在车里居然说起了一件事儿：那个街坊豆腐爷爷出车祸去世了。当事人震惊到了无以复加。车子来到家附近，到了豆腐爷爷昔日出摊的位置，当事人才不得不相信豆腐爷爷不在了，是出车祸去世了。当事人既害怕又难过，就把自己做的梦完完整整的讲给了妈妈，以为妈妈会不当回事呢。没想到妈妈听了他的梦后也吓了够呛。妈妈说：“你梦见的好像是豆腐爷爷人生最失意时的经历啊。”妈妈问了问当事人梦里那个高大男人的样子，那个男人应该就是邻居周大爷。
而周大爷拿着礼品不是为了别的，就是和厂领导联合起来，一起将豆腐爷爷的工龄给买断了，也就因此豆腐爷爷下岗了，所以豆腐爷爷的后半生才如此潦倒。这段经历，当事人妈妈也是听当事人的姥爷讲起的。毕竟啊，在外人眼里都是不值一提的陈年旧事，邻居们知道的都很少。这个场景却居然真实的出现在了当事人的梦里，是巧合吗？还是豆腐爷爷临走真的喜欢这个孩子，最后再来看他一眼？到家后，当事人妈妈找了所谓的大师给当事人看了看。大师说，当事人只是吓到了而已啊，并没有招惹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并且送了当事人一块保平安的护身符。回到家这晚啊，当事人睡得格外香甜，不知是不是巧合，当事人再一次做梦，梦见了豆腐爷爷。梦里啊，这次是豆腐爷爷在空中悬浮着，周身都有氤氲的白色光亮，这光啊是柔和的，并不刺眼。豆腐爷爷不再蓬头垢面了，人也精神了很多，像每天早上出摊时打招呼那样，冲当事人微微点头，和善地笑了笑，转身隐藏在了一片雾霭迷蒙中。从此之后，直到今天，当事人说他再没梦见过豆腐爷爷。当事人说，后来的人生啊，他总是比别人幸运，好像什么好事啊都有他一份，就感觉有祥瑞护体一样。这么多年，他一直认定就是那个善良的豆腐爷爷在保佑着他。好，这是这位朋友给我投稿的他从小到大的一个真实经历。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安徽六安的一个粉丝小姐姐的离奇恐怖遭遇。这位小姐姐晚上走路回家的时候啊，被一个半路的建筑物给吓到了。大家看，犯了巨物恐惧症了。她说，一个小姑娘家确实大半夜突然看到这玩意儿是挺吓人的。她回去之后啊，越想越害怕，居然面瘫了。去医院呢扎针灸啊，扎得跟刺猬一样啊，求邓肯安慰。这个问题好办，眼部面部不适，请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购买妙界护眼仪，一定让你获得最舒适的体验和享受。谢谢大家，我是邓肯，咱们下期见。舒服。上次啊，给月月弄的这个妙界肩颈按摩仪很舒服，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月月说我没有肩颈，月月有眼睛。我们今天啊，给月月弄了一个妙界护眼仪，月月喜欢吗？只要摁这个，哎，就启动了，然后给月月戴上，哎，护眼。哎，月月过来。要护眼，戴上，打死月月啊，打死月月。月月不用爸爸用，爸爸闭着眼睛打死月月，舒适。